他真是沈兰的儿子？目前来看，应该是。多大了？2周岁。这是孩子的病历，1个小时之内小孩醒不了，你们有充分的时间单独交流。这场病也是你安排的？要知道，昨天就在这间急诊室里面。跟我走！啊！看后面的！你到底是什么人？要带我去哪儿？你们是什么人？沈小姐，你现在身处军统西北秘密电讯基地，这里原为西安建培都所设，现在由军统局全面负责。我们在军统局的领导下，监听信号，记录数据，用来破译敌方电台密码。我代表军统局正式通知，你因为听力出色被选中，需要留在这里，为国家工作。我要是不同意呢？大敌当前，除了报效国家，沈小姐，你现在别无选择。贾小姐，吴仲明是不是在你手上？啊？什么意思啊？你少装糊涂！吴仲明昨天差点撞上你，整个行营都看见了。现在他一晚上不知去向，这件事情瞒得住别人，也瞒不住你。不，这真不一定。哎，贾小姐，你可能不了解，破反专属直属军委会的武专员的行踪，别说4科了，就是行营都不见得知道。看来你是知道他的去向的。我现在要见他，立刻，马上！贾小姐，你别激动，你听听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我知道的是，蒋主任肯定知道，但蒋主任知道的事，我可就不一定知道了。所以蒋主任如果没让我去找武仲明，我就不能轻举妄动了。
徐一觉，你是不是忘了谁在长安大剧院救了你一命啊？同袍同责，互相救治，这是应该的嘛。好，那武仲明现在有危险，难道你要坐视不理、见死不救吗？他有什么危险啊？他昨天旧病复发，提前出院，短时间内可能再次发病。不就是那个老毛病吗？这还谈得上见死不救吗？他现在发病一次比一次严重，如果抢救不及时，可能随时死掉。不会吧？你听懂我说话了没有？他现在是病人，需要马上救治，而不能被你像犯人一样的关起来。我对天发誓，我绝没有关他。不是，你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想法啊？因为我知道，沈兰已经被你关起来了。这都没影的事，胡说八道。蒋小姐，我提醒你一下，你也是个军人啊，工作上可不能感情用事。我怎么也算是你的上司。什么上司？我现在不管沈兰，我只要武仲明。说，他在哪儿？好，我答应你，如果我知道他的去向，我一定告诉你，好不好？好，徐一觉，你记住你今天说的话。滚！喂，是我。主任。保证是不是跑到你？长官到，起立。坐。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位比较特殊的教员，中村雄一老师。他呀，是咱们反战同盟的同志。以后就由他来给大家教授日语课。有请中村老师。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我是中村雄一，希望大家多多关照。我知道，在座的各位都是国民优等级以上的学生兵，将来会成为基层部队的骨干，所以，我有针对性的为大家教授战士宣传和劝降口号。壮志平日寇，扬眉剑出鞘，比武开始。中腿长官来了！
指点指点。中村教官，请多指教。请。你是哪里人？我是沈阳人。班上一半的同学都是来自东北。巴库瓦康桑伊库努蒙巴丁，我和你们一样，痛恨战争和杀戮。我看同学们对我有些误会，我希望你回去帮我解释一下，好吗？是。这部电台跟1个月之前西安大戏院的那部电台发报手法非常相似。如果那个报务员不死，我甚至觉得是同一个人。已经第3次不让按这个信号了，你等着，我去行营调监控记录。報告します。岐阜県からの電報です。早く電話を出して中村雄一氏の身元を調べてくれ。就在这里，停车！这不是17集团军吗？
鬼子的电台竟然潜伏在17军团的电讯室。方参谋长，这就是所谓的灯下黑吧？找出来，我非揭他一层皮。丁爷，把那个老外和沈兰接过来，待命。是。沈兰怎么样？还算老实，除了石猛，他和谁都不说话。跟他澄清利害关系。在当下的关口，无论谁出了问题，都与汉奸同罪论处。是。这事科长知道吗？蒋主任亲自给我打的电话，让武忠明死在这儿，是蒋主任的意思。如果让他再活着回荥阳，咱们早晚都得跟着陪葬。这是蒋主任给咱们的奖金，干还是不干？定国，干了。明天又要听小鬼的讲课，这是咱们东北人的耻辱。咱们哪个不是跟小鬼有血海深仇？不能再听。听参谋长说，他好像是反战同盟的成员呢。可是据我所知啊，这个反战同盟，大部分都是投降的鬼子兵。他们今天可以背叛自己国家，明天就一定会背叛反战同盟。那就杀了他！对，杀了他！对，杀了他！杀他！我还没杀过真鬼子呢，我要用我这把祖传的大刀，给我的爹娘报仇。不行，我听说在军营里杀了教官，好像是要上军事法庭的，弄不好咱们还得给他抵命呢。给小鬼子抵命？凭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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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班长，你主意多，你快说，咱们应该怎么办？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成语，叫法不责众？线报说，学员密谋邀约武专员，在西山秘密比武。武专员秘密执行锄奸任务，非常危险。把汇报机制改为每半小时一次。丁一，一定要严加保护武专员。是。
武专员在里面。让他们知道。滚！你居然有枪，文职教官都不配枪，何况你还是个日本人。把枪放下，小心走火。上次讨教，中村教官半途而废，大家都没看过瘾。这次专门想和你讨教讨教。对。虎子，你下来。同学们，今天如果你们面对的是中村雄一，那这样的对决我可以理解。可如果我不是日本人呢？你不是日本人，那你又是谁？西安破反专属专员吴仲明。让我看看，真的是破反专员是吗？对，他不是日本人啊。对啊。这怎么回事？假的，假的，假的！西安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专属，大家不要上他的当。王丽，你终于开口，这场戏的幕后主使是你，对不对？中村雄一，你私藏武器，伪造证件。你是刺探军情的日本特务，真正的中村雄一你根本看不见，他是反战同盟的重要成员之一。中村雄一掌握了武汉会战军事机密，怎么可能会来西安呢？如果你是什么反战同盟的成员，那你怎么又会一个人来这里？对呀，因为我要当着大家的面揭穿特务的真面目。王丽，3个月以前，你假扮东北留洋学生，混入17军团亲信班。你和电讯室同伙里应外合，泄露了南方会战17军团作战计划，是不是这样？编得真好，继续编。你的一举一动，早在我们的监视下。前天晚上，你的同伙通过军部的潜伏电台，向谷夫盐田2部发报。昨天早上你在跑步的时候接到了刺杀中村雄一的指令。今天你特意安排东北流亡学生集会，是想借助大家纪念东北沦陷的激情，煽动处死中村雄一，之后以法不责众之名逃脱杀人罪名。同学们，两个到底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别血口喷人！你们都上小鬼子的当了，看看他的握剑，还有起势，这是典型的日本武士居合术。还有一个中国人怎么会说流利于日本？那你一个东北人，怎么又知道居合术呢？东北沦陷7年，我们当了整整7年的亡国奴。小鬼子的事我们见多了，你问问大家，谁没见过几招东洋剑法？就是我见过。见过不等于会用。那天在演武场，你用了日本最传统的萨摩式现流、蜻蜓式回旋打，最后用大袈裟斩制胜。这几招没有5年以上的功夫是打不下来的。对呀，也别和尚道士的糊弄人了，有本事跟我过几招，看看咱俩谁是真鬼子。
到底该听谁的呀？谁是日本人？该听谁的呀？ 仲明呢？在里边呢。你们这么多人站在这儿，让他一个人进去，干什么？这次是个绝好的机会。武仲明要是不死，咱们早晚都会完蛋。到底谁是日本人？杀谁了？ 哥，我求你了，让开！哥，你求兄弟一次行吗？哥，让开！他救过我的命。滑起来！你没事吧？对宣布，他拒不杀我，女神。明白。以为自
自己隐藏得很深是吧？早就发现你了。我要是再发病，敢乱说一句的话，把我了结了。吴忠明。 一起死是吧？是一起活。如果因为你的一己私心，放走了真正的特务和汉奸，你徐玉珏就是西安人民的千古罪人。春秋战国时期，晋献公想灭虢国，他们先用美玉宝马买通了虞国，欲借道出兵。 虞国的大夫劝其国君说：“虢国是唇齿相依的联邦，一国灭亡，一国也难。”可是虞国的国君不听，后来虢国灭亡，虞国也就灭亡了。这就是唇亡齿寒的来历。这是我从中土调出来的侦破局剑。 绝密集团。接着说。我发誓，我对天发誓，真的没下毒，我们也没有想要杀他，就是想试试他和小鬼子是不是一条心。你们这群傻孩子！ 脑子里边长的都是啥呀？参谋长，那中村真是什么专员呢？死？你盼他好好活着吧。他要是死了，我军团长非让你们几个陪葬！陪葬！一个个笨蛋！怎么样了？他身上没有伤，可一直又在不停的昏迷、抽搐和吐血，这些症状分明就是和中毒相吻合啊！都说过不是中毒了，这，哎，他是不是要说话呀？管子能不能拔？哎呀，他把他的舌头咬伤了啊！伤得这么深。 怪不得血流这么多！你们怎么搞的？快把人给我救活！马上准备缝合手术。是。报务员的发报手法各有特点，只有互相熟悉才可以彼此分辨。如果故意伪装和隐藏，就只有特殊大人才能分辨。沈小姐是正根据你掌握的第一台接发报手法特点。 在这些报务员中挑出那一件。
开始量血压。血压80/65。这怎么样？宣将军，别动了，立刻送西北总医院。不用了，军科站已经把医生找来了。快，注射强心剂。是，强心剂。已经发动人找了3天3夜了，找来的孩子还是下落不明。我不信，我不信沈冉同志是逃兵。任主，小沈的失踪会不会和武仲明有关呢？我问过了，武仲明不在县里，石萌也失去了联系。 4天前还一起围捕洪老五，怎么就消失了呢？到底怎么回事？郝参谋呢？这2天一直拼命的找人，早累垮了。谁同他擅自敌手的？简直混蛋！主任，主任，八班有一个叫沈然的女人，跟武仲明一直关系不明，现在他们2个人又同时失踪了。我认定是4科所为。你怎么还在找武仲明？主任，我是最先开始怀疑武仲明的人。如果您一定要让4科接手此事，我最起码应该有知情权，而且我可以提供更多的资料。还是先管好你自己的事儿吧。哎，主任，那个，主任，您听我说呀！哎，主任，主任，主任。 之前我2次面见主任，主任对我的想法都非常认可。我怀疑武仲明有贡献。我请蒋小姐帮忙试探，武仲明果然上当，现在已经去茶馆抢人了。你做得很好，主任，我觉得咱们应该趁热打铁。您能不能给我下一份手谕，把说书的共产党交给武中统？
我怀疑武仲明有贡献。我请蒋小姐帮忙试探，武仲明果然上当，现在已经去茶馆抢人了。你做得很好，主任，我觉得咱们应该趁热打铁。您能不能给我下一份手谕，把说书的共产党交给我们中统？如果他还敢抗命，就连同他也一起抓。可是这2天，主任对我的态度大变，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什么预感？蒋主任亲眼目睹了一个中共的高级情报人员死在我们的审讯室。如果中共追究起来，很有可能把他的死和宣侠父的失踪联系在一起，推到我们的身上。那万一让我们当了替罪羊，那可就太冤枉了。不能坐以待毙。传我的命令，那天审讯的知情人全部解除禁闭，并且告诉大家，我已经拟好了报告上报总局，就说魏德林其人是中共和日特的双料间谍，茶馆行刺武仲明一案，他才是真正的主谋。主任，高啊！这样一来，他的死就合情合理了。如果宣侠父案交给我查，一早就给他定下了这样的调子，8办也不敢追究至今。光群众的唾沫星子就能淹死他们。是啊，你说处长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呢？处长，叫得真勤。你是不是觉得武仲明杀了魏德林就没有贡献了？你也是中统的老人，武仲明的本事你清楚。我能想到的，他有可能想不到吗？对，主任说的极是，还是我想太简单了。是狐狸，早晚会露出尾巴来的。对了，沈兰的儿子在哪儿？我要见一见。主任。拿着。都要准备棺材了，啊！一盆吊瓶就扎好了。看来对症下药这句话还真不是白说的。听说是用上了一种进口药，还好是有惊无险。你看看，这蒋大小姐找的人比咱们军医都强，你审得怎么样？东北有几个娃招得很快，这跟武专员当初的判断比较吻合。他们大多都是受了王丽的蛊惑，并非是死心塌地的特务。其中一个知道真相以后痛不欲生，差点撞墙死了。告诉他，就说我说的，把命留着杀鬼子，现在死，跟日特同罪。第二室那边呢？
经过专家的甄别和鉴定，那可疑信号啊，是出自一个人之手，也就是自尽的那个特务。王律师4刻在审，他呀嘴很硬，不开口。名义上他已经是个死人了。这件事情知道的范围越小越好。我还真怕一个青训班，一个教室，被他娘的小鬼子给策反了。你的舌头做了缝合，要想保住你的3寸不烂之舌，你现在就要听我的命令。第一，不许说话。在拆线之前，你就安心做个哑巴吧。第二，不许进食，护士会给你下鼻饲，虽然不舒服，可你还得忍着点儿。早就给你准备好了，用这个。对不起，是一次秘密锄奸行动，目的是查出潜伏在17军团的日头。蒋小姐，杨秘书，请回避一下，我需要和军团长单独谈话。我想起来了，上次你来17军团，就是和胡木雄商量对策，是吗？计划经胡木雄的批准，蒋主任也知情。因为行动密集很高，他们当然不会告诉你。这么说，徐一觉一直跟你在一起，那他有没有告诉你，我为什么要着急找你？怎么了？有什么话你说，谋杀武仲明对你有什么好处？冤枉啊，蒋小姐！他抢救的时候，我正在执行抓捕，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执行抓捕？我明白了，只要他一有事，功劳就全是你的了，是不是？不，话可不能这么说。他是行动组组长，我只是副组长，而且他以身诱敌，他的功劳比我大多了。好一个以身诱敌！据我所知，当时在场见死不救的都是你的手下，你就盼着他死在那个院子里。这样一来，是非功过全凭你这张嘴了，对不对？徐一觉，你给我等着！我要上军事法庭告你，告你见死不救，告你谋害同僚。蒋小姐，别再逼我了，好不好？我逼你？你眼看着并肩作战的同僚在生死线上挣扎，却弃他的性命于不顾，何况这个人还救过你的命，同袍同责，共赴国难。你说的冠冕堂皇，背地里禽兽不如。道理我说不过你啊，但是蒋小姐，我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如果我知道武仲明的下落，那蒋主任他也知道，所以，在你指着我的鼻子骂我之前，能不能先回去问问你叔叔？拜托了。我胡木雄从来不道歉，今天破个例。你这个破反专员，不是孬种，不是绣花枕头，是个名副其实的军人。说不了话，就听我说吧。我知道。军侠父失踪的时候，你怀疑过我。
但我明确地告诉你，你的怀疑是对的。在西安，我和宣侠父的交情比别人亲密。他的才干世间罕见。如果他不在中国，我定会竭力推荐，为党国平添动力。但人各有志，不能勉强。他又是黄埔1期的学生中第一个公开得罪校长。哎，蒋小姐，哎，我们军团长在里面呢。怎么，连我这个医生都不能进去了？哎，对不起啊，他们在谈军务，请您稍等一下。你叫杨辉是吗？我怎么发现我每次见到你都心情不好啊？蒋小姐有所不知，其实我们也很怕和长官家的小姐太太们打交道的。我是国民革命军人，不是什么长官家的小姐太太。那好。那我收回以前说的话，还请蒋小姐原谅我的冒昧。这还差不多。看在你还会找我救人的份上，就原谅你吧。多谢蒋小姐。宣侠父的锄奸行动是秘密进行的，因为他的失踪已经搁置数天了，想不到被你一个闪电行动解决掉。就冲这一点，你就是我17军团最大的福将。好了，该说的我都说了。今天我还想跟你商量一件事，这次的锄奸行动可否不上报军委会，只限于蒋主任知道就行。我军团的机要报务员中混入了敌特，这传扬出去，我军团的声誉会有极大的损害，更会受人于病。如果因此不能开赴前线上阵杀敌，实在是我军人生涯中最大的耻辱。没有问题。只是参与行动的，除了军统，还有中共人员。我去尝试说服。好好养病。胡军团长，蒋小姐，病人还没有度过危险期，长时间的探视以后要避免。你敢给我下命令，那我也给你下一套。你不是妙手回春，药到病除吗？那躺着的这个人，你要向我保证，不能再出一点毛病，否则我拿你这个医生试问。军团长还真是过河拆桥啊！这么快就要拿我试问了？你要是抗战立功了，我也把你当菩萨供着。如果军团长真想把里面的人供起来，我倒有个主意。说来听听。与他的病情对症的特效药，需从国外引进，现在已经所剩不多。
战事再这样打下去，恐怕会后续不继。如果军团长能弄一些来，对他是最大的帮助。好呗，小杨，我要你名记下来。是。谢谢军团长。江小姐，你说吧，我记下来。由4科上报给军统局，不是应该由破反专署上报给军委会？试探我啊？这次行动这么大的功劳，我们4科可不跟你抢啊！这是胡木雄的意思。胡木雄想把这事儿压下来，你答应了？我当然没问题了。不过，就算不上报军委会，行营和总局也会下令嘉奖啊。计划是你定的，连命都差点搭进去。我这个人一向实事求是的，我不能这么报。搞什么名堂？少拿这事威胁我啊！我不吃这套。混账！你派去保护我的人，为什么迟迟没有来救我？这算是对你没有弄死我的回报。你是不是听江宝珍？你别听他胡说八道啊！根本就不是。啊，对，我承认，你开车撞我，我以为把整个计划都撞没了。我确实宰了你的心都有。我哪知道你后来带着病去，然后差点把命搭进去，这都是误会啊！笨蛋，我撞你是帮你，不然你怎么向蒋主任交代？没想到变成哑巴，就开始会说人话了。干嘛？你生什么气呀？我这不是夸你呢吗？整天出生入死，早晚把这条命给搭进去。不行，趁着你还有口气，走，跟我去办件事儿。走啊！就这儿了，也不能回去太晚，否则蒋小姐又要骂我了。走啊，走啊，走吧。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想法，可能是因为没有遇到你吧。我知道，革命军人不该搞这些江湖把戏。不过，我徐学这辈子没有兄弟，所以我是实实在在的想认你这个老弟。当然，我不会强迫你。你要是不愿意，我一定不会勉强。我只想说，如果有一天你把小命给丢了，我能替你收尸、盖棺。反过来，我有这一天，
你能在我坟头放2天，喊一声“大哥，走好”就够了。苍天为证，今日我徐一觉与武仲明结拜为兄弟，今后生死与共，同心协力，共赴国难。我实话告诉你，这个破反专员的第一人选是我。我说你想跟我一起死是吧？是一起活。我是担心武专员的安危，连夜从临潼赶回来的。我必须马上看你们。怎么他一点反应都没有啊？该死的！他救过我的命！忘了，你不能喝。我替你喝，等你病好了，还给我。兄弟。你要见沈兰？你看到了，这就是我们西北军统电讯的秘密基地了。带你来是对你充分的信任，可不是因为我们俩是拜把啊。跟你说实话，把沈兰弄过来，我可是花了大阵仗的。连美国专家都说他是人才难得，留给土八路太可惜了。我已经请示老板，给他军统的编制，只可惜
他到现在都不肯就范。哎，我知道你对他一直另眼看待，所以我找你来，也希望你能帮我劝劝他，安心的留在这儿。我跟你透个底啊，他的作用是越来越大，那就更不可能放他出去了。为了不给中共抓到把柄，老板指示，留不住就杀。你等等，你什么时候放我走？你说话呀！什么时候放我走？你什么时候放我走？问你话呢！走。吴仲明，你回来！我问你话呢！吴仲明，别动！放开他！沈兰小姐，冷静一点。沈兰已经明确认定，这部电台的发报手法与长安大戏院刺蒋案发前自杀身亡的日本发报员是同一个人。不可能，他不会是在耍我们吧？事关抗战，我相信他说的是真话。找石英山查发报指纹。科长，指纹档案取出来了。石英山在路上，马上就到。人一到，立刻提取比对。处长，这些天你去哪儿了？都急死我们了。是啊，五哥，你都不知道兄弟们这几天见不着你有多着急。处长，你跟我们说句话呀。处长，你嘴怎么了？没事吧？处长，让我。以后解释，马上出去。是。密码本，我需要这部电台所有的监听记录。快，赶紧的！快，都蹲下！大家听我指挥！快走！炸弹！徐健真的是冲着你来的？他们一定没有走远，还留在这里，留着看，从地下室里抬出去的尸体是蒋主任，或者是你和我。河豚，这我之前自杀的那个报务员用的是氰化物，难道他们用毒还分人吗？难道我的判断是错的？对不起，江小姐，您现在不能进去。罗子春，你跟我来。你怎么了？处长不理我，
一句话也不说。是他发病咬坏了舌头，做了手术，现在不方便说话。他又发病了，在什么地方呀？保密。石队长里里外外查了个遍，所有指纹都是我们4个，特别奇怪，那个现场就好像有人精心布置，专门留给我们看的。怎么了？你是不是想到什么了？上当了！长安大戏院暗杀行动是声东击西的一场戏，是演给我们看的。你还信这个？上当了！那些炸弹总不会是假的吧？难不成不是为了我这个行营主任预备的？是为他破反专员预备的？我们分析，这可能是局建的一石二鸟之计，没那么复杂吧？会不会是他立功心切，又想节外生枝吧？看起来不像啊。这件事和宣侠父失踪案没有丝毫关联。况且，等一下，我突然想起1个月前。武仲明据此认定宣侠父的失踪并非日蝶所为。如果他现在说当初他的判断是错误的，那你去问问他。你现在就去纠正他。啊？有什么问题吗？没有。跟我来，找你有点事儿。这就是蒋主任的意思。既然局建的目的不在刺蒋，那我们宣案的调查方向就得重新调整了。我都已经想好了，这就是日本人又一个移花接木的陷害之计，目的就是制造恐慌，破坏两党合作。其实啊，媒体的导向握在我们手里，随便我们怎么说。哎，你干什么呀？啊，查局建，我对你是言听计从，但现在你得听我的。是。一声不吭就从野镇医院跑了，把我一个人留在那儿，现在还好意思来找我？拆信。不行，伤口缝合才1周，还没有长好，不能拆线。不行，我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喂，哎，你们干嘛？放开我！哎，不能乱来！对不起了，不能乱来！放开我！哎呀，
专属马上开会，有几件事需要你去做。在会议上按照我准备的内容宣读，向大家说明孙大武及洪福娃之事情经过。令弟有药物在身，暂不得归，专嘱家人放心，勿念。妈的，竟敢威胁我！ 主任，破反专属要开会。破反专属要开会？难道说武仲明又回来了？下通知的是4颗。伤口没有长好，不能拆线，即便拆了也不能马上讲话。 因为你根本张不开嘴，我是医生，你听我的。好了，我服了你了，你开门，我帮你拆。处长，你给他的是什么？说话呀！开门！吴仲明，你开门！ 听到没有？你不能胡来！吴仲明，吴仲明，你开门呐！各位，由于武专员口腔手术，说话不便，今天的会议。 就由我代表蒋主任还有武专员来主持。关于宣侠赋一案，由于我们最近刚刚破获了一个潜伏的敌特组织，就是之前说的菊剑，我们发现他们与宣侠赋失踪有密切的关联，因此本案的侦查方向需要调整。也就是说，本案的嫌疑人依然是日本人。这不可能！ 1周前，长明上坡路有一名死者名叫孙大武，是2起绑架案的直接目击人。他生前说过，绑架案的时间、地点都与宣侠赋失踪有着惊人的吻合。此人因为祸从口出被下毒灭口，经死者遗孀揭发，青帮洪老五有重大的作案嫌疑，而洪老五本人。 在抓捕中弃家不顾，率手下倾巢出逃，目前下落。综上所述，洪老五既是日本间谍，也是本案真凶。我宣布，以汉奸、通敌、破坏抗日罪，通敌洪老五。不行，通敌汉奸。 有什么不可？你不是不能说话吗？来，进来。 徐玉珏，你又犯
犯浑是不是？我会给你注射2毫升的苯巴比妥，注射后大约会睡2小时，可以吗？作为医生，在病人的消炎药中加入安眠剂，应该提前告知。居然想着用鸦片来止痛。逝去，永垂。以后不能这样了。一旦形成阴暗，你一个党国军员，就会成为人人不齿的瘾君子。放心睡吧，我保证不会让人看到你这个样子。居然想着用鸦片来止痛。逝去，永垂。以后不能这样了。一旦形成阴暗，你一个党国军员，就会成为人人不齿的瘾君子。放心睡吧，我保证不会让人看到你这个样子。是大烟膏。大烟？他是那样烟膏。为了止痛，他舌头做了手术，之后不顾蒋小姐反对，自己插线。好，我知道了。以后我们联系不要再打这个电话，晚上我去找你。武仲明的贴身司机，居然是刘天章的眼线。破反专员竟然在行营抽大烟，这是作死的前兆吗？什么事？嫌疑人私藏毒品，我们奉命搜查。你看清楚，这是医务室，麻醉剂和止痛药都是必备品，还需要查吗？谁让你搜医务室的？开门，搜其他办公室。是。走，交给你。对不起。走开！我们在执行公务。没有武专员的命令，谁都不许进。让开！怎么了？试试。我知道，这间办公室有违禁品。今天武专员手术拆线，我用土法麻醉止痛，用了点大烟膏。江小姐，千万不要说笑。国民政府禁烟禁毒条例明文规定，军人私拟大烟是要上军事法庭的。谁跟你开玩笑了？我说了是用作麻醉，搜出来算我的。江小姐，骡子，开门，接受检查。
吴专员，打搅了。这姓武的也太鸡贼了，居然用蒋小姐帮他打掩护。我猜这剩下的大烟膏，肯定还在医务室。可惜了，没办法查了。肯定让他们给扔了。其实这个结果我也预料到了。我现在最感兴趣的是，武忠明怎么对待这个背叛他的司机。 五哥，我先出去了。他们是怎么发现的？处长，你放哪儿了？告诉他，不要用这种方式帮我。我这就去。 除了我，你真的没有告诉过别人？没有啊。这是有针对性的搜查，肯定有人告密。你们处长身边的人已经不可靠了，你要多留心，尤其是他的起居饮食。这是我带来的人参，你给他炖汤喝。这是新开的药，告诉他，只要每次有大任务，就要加吃一次。好，那我先走了。 处长，我用蒋小姐给的人参炖了鸡汤。这些天，你到底去哪儿了？骡子，你跟了我多少年了？5年了。你上个月刚问我。我现在有点后悔把你找回来了。处长。 你跟我说过，你想当兵。我刚从17军团回来，我准备跟你在胡木雄那里谋个差事，这样你就可以结婚了。处长，你不要我了。我是为你着想，你在我这儿不是长久之计，你不用马上做决定。 等你想清楚了，告诉我。鸡汤有点烫，凉凉再喝。
什么情况啊？放鸽子了？回去。五爷，你说咱天天躲在这古墓里头不见天日的，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躲在这不好吗？有吃有喝的，连日本人的飞机都躲了，多好，多享受啊！哼，再忍忍，等消停了咱就回去。五爷，五爷不好了，你看。通缉汉奸洪福娃，罪大恶极，勾结日伪，绑架俄军高级将官，咱咋成汉奸了？现在满西安城里面贴的都是啊，兄弟们都不敢出门了，成了过街老鼠。五爷，怎么会是这样子？当初说好给咱们的委任状呢？闭嘴！全放下！洪老五派你们来的吧？是他，都放下！这不关我们的事啊！别跑！站住！站住！站住！别跑！站住！别跑！站住！带走！走，快点！早就听说了，洪老五手下有3大金刚，你老三是个聪明人，今日有幸得见，惭愧，惭愧。你读过书，明事理，不像他们。你可知道，如果背上了汉奸的罪名，是个什么下场？知道。但我发誓啊，悬崖峰那件事是五爷，是洪老五干的，我压根就没参与。那你其他的师兄弟呢？大师兄去了，我和二师兄都没去。你肯定？我肯定，因为当时我们还讨论过这件事，就怕封官行赏、论官加爵的时候把我们给甩下了。封什么官？国民政府的官。洪老五说给我们要了4张委任状。最后一个问题，户县8办工程站那把火，是你们放的吗？不是，是大师兄，是大师兄和二师兄去的，我没去，我真没去。
你戴眼镜吗？大师兄戴，他戴眼镜，他戴。让他带路，抓捕红老五。明白。撤离！10点了，10点了，走吧。停下。慢着，小心要杀。处长，我来。等一下。安全。开。抚仲明之灵位。我觉得宣下府应该被他们撕票了。我和你的想法一样。洪老五心狠手辣，做事从来不计后果。他竟敢有考棺材的威胁，可见有恃无恐。已经2回让他跑了，接下来你真的应该小心一点。对了，你动用了警察局的人马，行里一定会怪罪于你。你回去就这么跟他说。来，站住！你还有脸回来？杭局被江主任请到新营去训话，回来就大发雷霆。你还是先躲躲吧。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从今天起，你停职了。侯文全，你把侦缉队管起来，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能随意调遣。是。师哥，你看这，不好意思啊。啊，明白明白，还有很多工作要跟局长再交代一下，是吧？你们谈，你们谈，不打搅，不打搅。什么？在行营抽大烟？我跟你们说过了，他这个地方有问题。疯了，全他娘疯了！这一回幸亏是蒋少爷替他遮掩，要下次再被抓到，咱们那批货呀……哎呀，别再说了。那我就先撤了，侦缉队我就不管了啊。
哎，等等，把侯文选给我叫起来。哎，侯副队长，局长，师哥，不好意思啊，以后请把那个“副”字去掉，叫我侯队长。队长好。那我现在正式宣布，师队长官复原职，你还当你的副队长。这为什么呀？你哪怕让我过1天的瘾也行啊！你人生大起大落，这也太快了。你说行营有内奸，有什么根据啊？2次抓捕，都提前被洪老五得知了，一定有人通风报信。事变前，你的老师葛寿之时任西北党调区局长，权倾一时。事变中，我受夫人委托，冒死往返西安、南京，联络连张学良都喊我一声好汉。葛寿之却撤回南京做官局势。他当时的借口是，西安城不光有叛军，还有内奸。主任，你在批评？凡事不拘，都能找个借口是吧？你冤有失诚。主任，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但是现在案件已经出现了曙光，我们不能这么停滞下去。军委会在等我的复命，中共也得有所交代。那你还想怎么样？查？怎么查？4查，先从破反专属和4科查起。不行，你查破反专属我管不着，但我不能由着你把行营闹得乌烟瘴气。上车。据说这里是唐玄宗的大郊居墓，因为要护林，所以修得比较浅，又因为地势很高，所以挖掘得很完整。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我带你来看看这个。这个呀，是洪老五逃跑的时候留下的。我以为在这里可以找到宣侠赋，没想到他给我留了这个。哎，好，这么晦气的东西你拿着吧啊。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确实骗了你，也骗了西安城的百姓。洪老五，他不是汉奸，他的身世和起家史，石映山都告诉我了。虽然他无恶不作，但和汉奸的帽子，暂时还是没有关系的。宣案是他干的，这一点不用怀疑。但是没有抓到人，没有直接的口供，案情不能完全锁死。再说了，一个西安城的黑帮头目绑架了18集团军的高参，事后没有任何勒索的行为，所以我肯定，他应该不是主谋。你想说什么呀？你帮我转告洪老五，让他来找我，我要帮他平反。平反？对，我了解这些江湖中人，有的时候名节对他们来说，比生命和金钱更重要。对不起，我帮不了你。
你嘴还挺硬的，就是不说。这个忙你帮不了我，还有一个忙，你一定可以帮我。什么忙？我现在需要沈兰，你把她送回行营。明明知道我不……你不会是看上她了吧？是，又怎么样？是你早说呀！现在木已成舟，我也无能为力。不过我可以跟你保证，不会动她半根汗毛，一定完完整整的把她留给你，这样总行了吧？王力不供，杀沈兰就等于断了侦破局剑的线索。你不傻，这笔买卖，你算的应该比我清楚。你要会算账，就早点娶了蒋小姐。为什么娶她？就因为行营的主人是她叔叔。因为他是真心对你好啊，笨蛋，这个都想不明白。乱点鸳鸯谱的事情，你干得比锄奸还要卖力啊！歇了吧。锄奸行动。这么说，武仲明、徐一觉这2天都在17军团。是，这个行动听说蒋主任也知道。去给我找一本《说文解字》，快！是。出去吧。听宋妈说，你把行李都搬来行营了。想必昨天的事，您都已经知道了。我怕您为难，就搬了出来。哼，怕我为难？你偷我的日记呀，跟武仲明私会胡慕雄，并满世界的找武仲明说破反专属有违禁品，就算到你的头上。你想过我会为难吗？你有一丝半点的顾忌，你叔叔的面子吗？简直是鬼迷心窍。胡慕雄正愁没处抓我的把柄，你倒送上门去，让人笑掉大牙。那您让我嫁给胡慕雄，岂不也是啼笑皆非？你可以不嫁胡慕雄，但你也不能嫁武
仲明。为什么？因为他祸乱行营，已经成了我的心腹之患。一个屡建奇功的人，您视他为心腹之患，叔叔，您就没有反省过自己吗？一将成名万骨枯。宝珍，你不是一个目光短浅的人。还记得我当初为什么会允许你去接近他吗？让他为您所用。可现在你却在为他所用啊！可是他值得啊！他热血许国，置生死于度外，这样的男人我喜欢。你喜欢他？他喜欢你吗？他喜欢的是那个女八路。沈兰？谁说的？是他自己承认的。你现在就可以去问问他。现在那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你们都出去。是。我想知道，你给我写这个，是出于什么目的？蒋小姐，你为什么突然之间问这个？因为我想确定一件事。日记的事情一定是刘天章说的，因为我只告诉过他。沈兰的事情，肯定出自于徐玉珏之口。因为他自己私生活混乱，所以以己度人。我知道蒋主任对我有些误会，他认为我一直在跟他作对。其实，他错了。不管作为一名军人，还是下属，我都非常尊重蒋主任。我也理解。他身为西安党政要员，有很多顾虑。一方面，他为抗战大局着想，全力支持我反间除特；另外一方面，他要考虑党国的利益，他不希望我深入调查宣侠赋的案子。这一切，我都心知肚明。对于政治，我不感兴趣，但是党国赋予我的使命和职责，我从来都没有懈怠过。所以有的时候，会有违长官的意愿。蒋小姐，我知道你一直在努力，让我和蒋主任的关系变好，你帮了我很多，但是我不会拿你的好意和真情，当做讨好和交换长官的筹码，所以你不要对我有任何期望，我也不会给你任何承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调查宣案，最重要的就是把戏做足，要让中共相信我们国民党是有诚意的。我现在的任务是最终让蒋主任和军委会看到一个满意的答案。听你叔叔的安排，离开西安吧。这本来就是个是非之地，宣案一天没有结果，我和邢莹会一直僵持下去。我不想看到你为难，因为不值得。如果可以选择，我宁愿离开叔叔。我已经陷进去了，
我不再是原来那个心高气傲的蒋宝珍了。我现在谁的话都听不进去，我只忠于我的内心。是他让我留在你的身边的。这样下去不会有结果的。发生了昨天的事情，我也不想在行营再见到你，我也不想让大家看见行营主任的侄女为我武著名，处处出头，遮掩错误。可能你会觉得这是义气，是情志所致，但是这恰恰破坏了我和上级、同事的关系。现在，我和蒋主任之间，你是最大的障碍。武著明，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是。出去，我要静一静。是。蒋小姐，对不起。对不起，你我之间这一句对不起就够了吗？我承认，我利用过你，我向你道歉。那你再利用我的时候，到底喜没喜欢过我？哪怕是一瞬间。没有。谢谢，谢谢你用这种方式拒绝我。你赢了，你以后都不会在行营看见我。
来，尝尝这个。小姐回来了。先生，小姐回来了，行李也都带回来了。快让她下楼吃饭，菜都凉了。是。哎，你今天得把欠我的酒给补上啊！不许耍赖啊！等一下，我有话要问你。问啊。你说宣侠父失踪和菊剑到底有没有关系？你现在都把洪老五当成汉奸来抓了，再讨论这个问题有意义吗？第一，洪老五他不是汉奸；第二，宣侠父的失踪和菊剑的关系，就是宣侠父在帮17军团在查菊剑。如果你同意我以上2个观点，那我的问题就是，菊剑为什么要制造大戏院的混乱？真是说到点子上了。说真的，上次你来那么一出，我还以为你已经……你还以为我为了抓洪老五把菊剑放在了一边？不可能！我跟你说过，2年前菊剑现身西安就是我的死地，只要我还活着，我绝不会放过他。记得，都记得。